我们继续来讲《史记》12本纪第5章秦本纪。秦的祖先是颛顼帝后代的孙女，名叫女修。女修织布时，燕子掉下卵，女修吞了，生下儿子大业。大业娶了少典部族的女儿，名叫女华。女华生下大费，大费辅助夏禹治理水土。治水成功后，舜帝为表彰禹的功劳，赐给他一块黑色的玉圭。禹接受了赏赐，说治水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，也是因为有大费做助手。舜帝说：大费，你帮助禹治水成功，我赐你一副黑色的旌旗垂饰，你的后代将会兴旺昌盛，因此把姚姓的美女赐予他为妻。大费行拜礼，接受了赏赐，帮助舜驯养鸟兽，鸟兽多被驯服。这个人就是伯益，舜赐姓为嬴氏。大费生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大连，即鸟族氏的先祖；另一个叫若木，即费氏的先祖。若木的玄孙叫费昌，他的子孙有些住在中原地区，有些住在夷狄。费昌生当夏桀之时，他离开夏国，投奔商，为商汤驾车，在鸣条打败了夏桀。大连的玄孙叫孟系、钟偃，钟偃长得像鸟，能言人语。帝太戊听说，便让人占卜，结果说让他为自己驾车吉利，于是把他请来驾车，并且为他娶妻。从太戊以来，钟偃的后代世世辅佐殷国有功，所以嬴姓中有不少显明于世，于是成为诸侯。钟偃的玄孙叫钟毓，住在西戎地区，保卫西垂。钟毓生了飞廉，飞廉生了恶来，恶来力气很大，飞廉善奔跑，父子都凭勇力，陈氏奉因纣王。周武王伐纣，把恶来一起杀死。飞廉为纣出使北方，回来时因纣已死，没有地方禀报，就在霍泰山筑起祭坛，向纣王报告。祭祀时获得一幅石棺，其铭文说：上天使处父幸免于殷王之乱，赐给你石棺以光耀士族。飞廉死后便葬于霍泰山。飞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，季胜生了孟曾，孟曾受到周成王的宠幸，被分封于高朗。孟曾生了恒父，恒父生了造父，造父因善于驾车得到周缪王的宠幸，周缪王获得名叫赤骑、道离、华流、鹿儿等驾车的骏马，驾车到西方巡视，乐而忘返。徐偃王作乱，造父为妙王驾车，长驱疾驰，1日千里，赶回周地来平定叛乱。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，造父一族从此称为赵氏。从飞廉生季胜传武士到造父，开始另外住在赵城。赵衰就是他的后代。鄂来格是飞廉的儿子，早死。他
他有儿子叫女房，女房生庞高，庞高生太己，太己生大洛，大洛生妃子。他们都因造父所受之宠，蒙恩住在赵城，姓赵。妃子居住在犬丘，喜爱马和其他牲口，并善于饲养繁殖。犬丘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周孝王，孝王召见妃子，让他在千壳、渭河之间管理马匹。马匹大量繁殖，孝王想让妃子做大洛的继承人。申侯的女儿是大洛的妻子，生了儿子成，做了继承人。申侯就对孝王说：从前我的祖先是骊山那儿的女儿，她做了西戎族仲衍的曾孙须宣的妻子，生了钟毓，因为与周相亲而归附周朝，守卫西部边境，西部边境因此和睦太平。现在我又把女儿嫁给大洛为妻，生下成作继承人。申侯与大洛再次联姻，西戎族都归顺，这样您才得以称王，希望您考虑一下吧。于是孝王说：从前伯益为舜帝掌管牲畜，牲畜繁殖很多，所以获得土地的封赐，受赐姓嬴。现在他的后代也给我驯养繁殖马匹，我也分给他土地做附属国吧，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，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，号称秦嬴，但也不废除申侯女儿生的儿子做大洛的继承人，以此来与西戎和好。秦嬴生了秦侯，秦侯在位10年去世，秦侯生了公伯，公伯在位3年去世，公伯生了秦仲，秦仲在位3年，周厉王无道，有些诸侯起来反叛，西戎也反叛王室，灭了住在犬丘的大洛之族。周宣王登上王位之后，任用秦仲当大夫，讨伐西戎。西戎杀掉了秦仲，秦仲即位为侯王23年，死在西戎手里。秦仲有5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庄公。周宣王召见庄公兄弟5人，交给他们7000兵卒，命令他们讨伐西戎，把西戎打败了。周宣王于是再次赏赐秦仲的子孙，包括他们的祖先大洛的封地犬丘在内，一并归他们所有，任命他们为西垂大夫。庄公居住在大洛的故邑西犬丘，生有3个儿子，长子叫士父。士父说：西戎杀死我的祖父秦仲，我不杀戎王，绝不入城而居。于是率兵攻打西戎，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他的弟弟襄公。襄公因而立为太子。庄公在位44年去世，太子襄公即位。襄公元年，襄公把妹妹妙莹嫁给封王为妻。襄公2年，西戎围攻犬丘，弑父嬴姬，最后被戎人俘虏。过了1年多，戎人又放回弑父。7年春，周幽王立褒姒为后而废太子，
改立褒姒之子为太子，并多次失信于诸侯，因而诸侯反叛。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，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。秦襄公率兵营救周朝，作战有力，立了战功。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骚扰，把都城向东迁到洛邑，襄公带兵护送了周平王。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。平王说：西戎不讲道义，侵夺我岐山风水的土地。秦国如果能赶走西戎，西戎的土地就归秦国。平王与他立下誓约，赐给他封地，授给他爵位。襄公在这时才使秦国成为诸侯国，跟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，互致聘问献纳之礼。又用黑棕赤身的小马、黄牛、公羊各3匹，在西至祭祀天地。12年，襄公伐西戎至齐，死，生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文公住在西垂宫。3年，文公率兵700人到东边打猎。4年，到达千水、渭水交汇处。文公说：从前周朝把这里赐给我的祖先秦嬴做封邑，后来我们终于成了诸侯，于是补居该地，占此为吉，在这里营造起城邑。10年，开始建造祭天地的夫制，用牛羊猪3种牲畜举行祭祀。13年，开始设史官记载大事，百姓大多受到教化。16年，文公率兵讨伐西戎，西戎败逃。文公收罗留居当地的周人归自己统治，将领土扩大到齐，而把齐以东的土地献给周。19年，得到一块名叫陈宝的异石。20年，开始设立诛灭3族的刑罚。27年，砍伐南山上的大紫树，紫树神变为公牛，逃进了风水。48年，文公的太子去世，赐谥为晋公。晋公的长子立为太子，即文公的孙子。50年，文公去世，葬于西山，晋公的儿子即位，这就是宁公。宁公2年，宁公迁都到平阳，派遣军队征伐荡舍。3年，与西戎的一支伯部落交战，国王逃往戎地，于是灭了荡舍。4年，鲁公子挥杀其国君尹公。12年，宁公攻打荡氏，攻了下来。宁公从10岁开始登上王位，在位12年去世，葬在西山。他生了3个儿子，长子武公为太子。武公的弟弟德公与武公是同母兄弟。宁公之妾鲁姬子生了初子。宁公去世后，大庶长伏季、威累和3父废掉太子，拥立初子为君主。初子6年，3父等人又合伙派人谋杀初子。初子出生5岁即位，在位6年被杀。故3父等人又立从前的太子武公为君。
武公元年征伐彭系氏，直抵华山下。武公住在平阳封公3年，处死3父等人，并灭了他们的3族，因为他们杀了出子。郑国的高渠弥杀齐军昭公。10年，攻打归、冀戎两地的戎族，开始在那设县。11年，开始在杜、郑两地设县，灭了小国。13年，齐人管至父、连称等杀其国君襄公，而立公孙无知为君。晋国灭了霍、魏、耿3国，齐国雍领杀死无知、管至父等人，拥立齐桓公。齐国、晋国成了强国。19年，晋国的屈沃武公灭掉晋侯民，开始做了晋侯。齐桓公再卷称霸。20年，秦武公去世，葬在雍邑平阳，开始用活人陪葬，陪葬者达66人。武公有一个儿子，名叫白，白未能即位，封在平阳，立了武公的弟弟德公为君。德公元年，开始住在雍城大正宫，用牛羊猪各300头，在夫制祭祀天地。占卜居住雍城市，占卜结果为后代子孙将东扩领土，到黄河饮马。梁伯、瑞伯来朝见。2年，开始规定伏日，杀狗祭祀，以抵御热毒邪气。德公到33岁才登位，在位2年去世。他生了3个儿子，长子宣公，次子成公，少子穆公。长子宣公继位。宣公元年，魏国、燕国攻打周王室，把惠王赶出朝廷，拥立王子腿为帝。3年，郑伯、国叔杀死王子腿，宋惠王返回朝中。4年，建密制，与晋交战于河阳，取得胜利。12年，宣公死，他生有9个儿子，都未能即位，立了他的弟弟成公为君。成公元年，梁伯、瑞伯来朝见。齐桓公征伐山戎，驻军于孤竹。成公在位4年去世，生有7个儿子，都未能即位，立了他的弟弟穆公为君。穆公任好元年，妙公亲自率兵伐毛巾，取得胜利。4年，从晋国迎娶媳妇，娶的是晋太子申生的姐姐。此年，齐桓公攻楚，直达少陵。5年，晋献公灭虞国，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，这是用垂棘所产的玉璧和北区所产的骏马贿赂虞国的结果。俘虏了百里奚之后，又用他陪嫁秦缪公夫人到秦国。百里奚从秦逃到宛，被楚国边地的居民抓获。穆公听说百里奚很贤能，想用重金把他赎回，又怕楚人不肯给，就派人向楚国说：我国陪嫁奴隶百里奚现在贵国，请用5张黑羊皮赎他。楚人便答应将百里奚交给秦国。这时候百里奚已有70多岁，妙公释放了他，同他讨论国家大事。
百里奚推辞说：“我是亡国之臣，哪里值得询问？”穆公说：“于君正是因为不听您的劝告才亡国，这并不是您的罪过。”再三向他请教，谈了3天，穆公大喜，托付给他国家政务，号称五谷大夫。百里奚谦让说：“我可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。蹇叔贤能而世人不知。从前我曾游宦于齐，陷于困境，不得不向质地的人讨饭，多亏蹇叔收留了我。我因而想在齐君无知手下做事，又是蹇叔劝阻我，我才幸免于齐国内乱。然后到了周，周王子腿喜欢牛，我借养牛求事。当他正要任用我时，还是蹇叔劝阻我，我才离开，免遭杀身之祸。在于君手下做事，蹇叔又劝阻我。我虽明知于君不会重用，但心里又贪图绝路，也就暂时留下了。这3次，有2次我听他的话都得以脱身，只有1次不听，就碰上了于君亡国之难，由此可见他的贤能。于是庙公派人用贵重的礼物把蹇叔请来，封他为上大夫。秋，庙公亲自率兵伐晋，与晋军交战于河曲。晋国的骊姬作乱，太子申生死于新城，重耳、夷吾逃亡国外。9年，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，晋献公死，立骊姬所生子奚齐为君。奚齐之臣李克杀奚齐，荀息立卓子为君，李克又杀卓子和荀息。夷吾派人向秦请求，希望回晋国。穆公答应了他，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夷吾。夷吾对秦人说：“如果我能即位，我将把晋国的河西8城割让给秦国。”但等回国即了位，却派丕正拒绝秦，违背誓约，不肯交付河西8城，并且杀了李克。丕正听说害了怕，就跟穆公商量说，晋人并不拥护夷吾，拥护的实际上是重耳。现在夷吾既违背与秦订立的誓约，又杀死李克，全都是吕生、细锐的主意，希望您能用重力赶紧把吕系2人召来。吕系2人来了，再换重耳回国即位就好办了。穆公表示同意，派人随丕正回国，去召吕、系2人。吕、系等人怀疑丕正有阴谋，便告诉夷吾杀了丕正。丕正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，劝穆公说：“晋军无道，百姓不亲附，可以讨伐。”穆公说：“百姓如果认为不合适，又怎么能处死其大臣呢？能处死其大臣，这正说明他们的关系是协调的，不予采纳，暗地却重用丕豹。12年，齐国的管仲袭彭去世，晋国大汉，派人来秦国请求援助粮食。丕豹劝说穆公不要给，
要穆公趁着晋国荒欠去攻打他。穆公去问公孙支，公孙支说，荒欠与丰收是交替出现的事，不能不给。又问百里奚，百里奚说，夷吾得罪了您，他的百姓有什么罪？穆公采纳百里奚、公孙支的意见，最后还是给晋国粮食了，水路用船，陆路用车给晋国运去粮食，从雍都出发，源源不断的直到绛城。14年，秦国饥荒，向晋国求借粮食。晋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，国社说，趁着秦国闹饥荒去攻打他，可以大获成功。晋军采纳了他的意见。15年，晋国将要举兵攻打秦国，穆公发兵，让丕豹率领大军亲自前往迎击。9日壬戌日，与晋惠公夷吾在韩地交战，晋军甩下自己的部队，独自往前冲，跟秦军争夺财物。回来的时候，驾车的战马陷到深泥里，穆公与部下纵马驱车追赶，没能抓到晋军，反而被晋军包围了。晋军攻击庙公，穆公负伤。这时，曾在岐山下偷吃庙公良马的300多个乡下人不顾危险，驱马冲入晋军。晋军的包围被冲开，不仅使庙公得以脱险，反而又活捉了晋军。当初穆公丢失了1匹良马，岐山下的300多个乡下人一块把他抓来吃掉了。官吏捕捉到他们，要加以法办。穆公说，君子不能因为牲畜的缘故而伤害人。我听说，吃了良马肉，如果不喝洒，会伤人。于是就赐酒给他们喝，并赦免了他们。这300人听说秦国要去攻打晋国，都要求跟着去。在作战时，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包围，都高举兵器，争先死战，以报答吃马肉被赦免的恩德。穆公俘获晋军而归，下令国中说，大家斋戒，我将用晋军来祭祀天地。周天子听说了，说晋是我的同姓，请求赦免晋军。夷吾的姐姐是穆公的夫人，夫人听说了，也穿上丧服，光着脚，对穆公说，我竟然连自己的兄弟也不能相救，有辱于您的命令。穆公说，我把俘获晋军当作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，不料现在天子为之求情，夫人也为之忧伤，便与晋军盟誓，同意放他回去，换了高级的客舍供他住，并用7劳的规格来宴享他。11月，送晋军夷吾回国，夷吾献上晋国的河西之地，让太子羽到秦国为质。秦把宗女嫁给子羽为妻，当时秦的领土以东抵黄河。18年，齐桓公去世。20年，秦国灭了梁、芮2国。22年，晋公子羽听说晋军生病，说，梁国是我母亲的家乡，秦国却灭了他。
我兄弟很多，一旦晋军去世，秦必定扣留我，晋国看不起我，也会另立他人。子羽因此逃回晋国。23年，晋惠公死，子羽立为国君。秦军对羽的逃离十分恼恨，就从楚国迎来晋公子重耳，并把原来子羽的妻子嫁给重耳。重耳起而推辞不肯，后来就接受了。穆公对重耳更加以礼厚待。24年春，秦派人告诉晋国的大臣，要送重耳回国。晋国表示同意，于是派入送重耳回国。2月，重耳被立为晋君，就是文公。文公派人杀子羽，子羽就是怀公。当年秋天，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翟人伐周襄王，周襄王逃出，住在郑国。25年，周襄王派人向晋国、秦国通告了发生祸难的情况。秦穆公率兵帮助晋文公护送周襄王回朝，杀死襄王的弟弟带。28年，晋文公在城濮击败楚军。30年，穆公帮助晋文公包围郑国。郑国派人告诉穆公说，灭亡郑国是优待晋，对晋当然有好处，但对秦未必有利。晋国的强大，正是秦国所担忧的呀。穆公于是罢兵而归，晋也罢兵。32年冬，晋文公死。郑国有人向秦国出卖郑国，说我掌守郑国的城门，可以来偷袭郑国。穆公征求蹇叔、百里奚的意见，他们回答说，路经数国地界，到千里之外去袭击别人，很少有占便宜的。再说，既然有人出卖郑国，怎么知道我国的人就没有把我们的实情告诉郑国呢？不能袭击郑国。穆公说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已决定了。遂发兵，派百里奚之子孟明视、蹇叔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率兵。军队出发的那天，百里奚、蹇叔2人对着军队大哭。穆公听说了，生气地说，我派兵出发，你们却拦着军队大哭，破坏军心，这是为什么？2位老人说，微臣不敢阻拦军队，部队要走了，我俩的儿子在军队中也将前往。如今我们年岁已大，他们如果回来晚了，恐怕就见不着了，所以才哭。2位老人退回来，对他们的儿子说，你们的部队如果失败，一定是在小山的险要处。33年春，秦军终于东进，途经晋地，路过周的都城北门。周王孙满说，秦军无礼，怎能不败？军队开到华，郑国商人贤高正带了12头牛到周地去卖，碰上秦军，怕被杀或俘虏，所以献上他的牛说，听说大国将要征讨我郑国，郑军正恭谨地加强守备，派我用这12头牛来犒赏士兵。秦国的3位将军相互商量说，
我们要去袭击郑国，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去也袭击不成了，便灭了华。华是晋国的边邑。此时正碰上晋文公去世，尚未埋葬。太子襄公大怒说：秦欺我丧父，竟然趁我举丧攻破我华邑。于是穿上黑色丧服，发兵在小山堵截秦军，出击，把他们打得大败，没有一人逃脱，俘虏秦的3将军而归。晋文公夫人是秦国女子，为这3位在押的将军求情说：穆公对这3个人恨之入骨，希望能将这3人放归，让我们秦国的国君亲自烹之而后快。晋国国君答应了他，放秦国的3个将军回去。3将军回到秦国，穆公穿戴胸服，亲迎于郊，面向3人大哭说：都是我不听百里奚简书的话，才让3位受了委屈，3位有什么罪呢？你们要想方设法报仇雪耻，不可懈怠。于是恢复3人的官职，如同以往，待遇更好。34年，楚太子商臣杀其父成王而代立。穆公又派孟明视等人率兵伐晋，与晋军交战于彭衙，秦不利，撤兵返回。戎王派由于出使秦国，由于祖先是晋国人，逃亡到戎地，他还能说晋国方言。戎王听说穆公贤明，就派由于去观察秦国。秦穆公向他宣示了公事和积蓄的财宝。由于说，这些公事积蓄如果是让鬼神营造，那么就使鬼神劳累了；如果是让百姓营造的，那么也使百姓受苦了。穆公觉得他的话奇怪，问道：中原各国借助诗书礼乐和法律处理政务，还不时地出现祸乱呢。现在戎族没有这些，用什么来治理国家？岂不很困难吗？由于笑着说：这些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。自上古圣人皇帝创造了礼乐法度，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。到了后代，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，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，民众感到疲惫了，就怨恨君上，要求实行仁义，上下互相怨恨，篡夺屠杀，甚至灭绝家族，都是因为这类原因。而戎族却不是这样，在上位者怀着醇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，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，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，无需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，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啊！穆公退朝之后，就问内史王廖说：我听说邻国有圣人，这将是对立国家的忧患，现在由于有才能，这是我的祸患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内史王廖说：戎王地处偏僻，不曾听过中原地区的乐曲，
您不妨试试送他歌舞妓女，借以改变他的心智，并且为由于请功，以此来疏远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，同时留住由于不让他回去，以此来延误他回国的日期。荣王一定会感到奇怪，因而怀疑由于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，就可以俘获他了。再说，荣王喜欢上音乐，就一定没有心思处理国事了。穆公说：“好。”于是穆公与由于屈席为坐，互递杯盏一块儿吃喝，向由于询问戎地的地形和兵力，把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，然后命令内史王廖送给戎王16名歌妓。戎王接受，并且非常喜爱迷恋，整年沉浸其中。这时候秦国才让由于回国。由于多次向戎王进谏，戎王都不听，穆公又屡次派人秘密邀请由于，由于于是离开戎王，投降了秦国。穆公以宾客之礼相待，对他非常尊敬，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。36年，穆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人，派他们率兵伐晋，渡黄河时连船都烧掉，终于大败晋人，占领王冠和号，作为对崤之战役的报复。晋人皆守在城里，不敢出来，于是穆公就从毛巾渡河，掩埋了小山中秦军死难者的尸骨，为他们发丧，哭了3天。穆公向全军发布誓词说：“将士们，你们听着，不要喧哗，我向你们发誓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古人办事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，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。”穆公再次反思自己不采纳蹇叔、百里奚的计谋而造成的过失，因此发出这样的誓言，让后代记住自己的过失。君子们听说这件事，都为之落泪，说：“秦穆公待人真周到，终于得到了孟明等人胜利的福泽。”37年，秦采用了由于的计策讨伐戎王，兼并了12个国家，开拓了方千里的土地，终于称霸西戎。天子派赵公过赐给穆公金鼓，表示祝贺。39年，穆公死，葬于雍，陪葬者共177人。秦有贤臣3人，属子于氏，名叫偃息、仲行、真虎，也在培训者之列。秦人哀痛，为之作黄鸟之诗。君子说：“秦穆公扩地并国，东面打败强晋，西面称霸戎夷，然而不能做诸侯盟主，也是应该的。死后不爱惜臣民，还要把自己的贤臣也带去陪葬。先王去世，尚且要留下好的道德和制度，何况是夺取百姓同情的好人和贤臣呢？由此可见，秦不能东征了。穆公有子40人，他的太子叫前代之而立，就是康公。
康公元年前一年，穆公去世的时候，晋襄公也去世了。晋襄公的弟弟叫雍，是秦国之女所生，住在秦国。晋卿赵盾想拥立他为君，派随会来接他。秦国派兵把雍护送到令狐，而晋国已立了襄公的儿子，反倒来攻打秦军。秦军战败，随会逃奔到秦国。2年，秦伐晋，占领5城，用来报复令狐之役。4年，晋伐秦，占领少梁。6年，秦伐晋，占领击马。两军交战于河曲，大败晋军。晋人担心随会在秦国会给晋国带来战乱，便派魏仇宇假装叛变，与随会合谋，用诈谋得到随会，随会因而回到晋国。康公在位12年死，其子共公即位。共公2年，晋国的赵川杀其国君灵公。3年，楚庄公强大，出兵北上，攻到洛水，问周鼎的轻重大小。共公在位5年死，其子桓公即位。桓公3年，晋军打败我军，俘虏将军1名。10年，楚庄王征服郑，北上打败晋军于黄河边。当时楚称霸，主持诸侯会盟。24年，晋厉公刚即位，与秦桓公隔着黄河会盟。回来后，秦违背盟约，与翟人合伙策划攻打晋国。26年，晋率领诸侯伐秦，秦军败逃。晋军一直追到泾水才回去。桓公在位27年死，其子景公即位。景公4年，晋国的栾书杀了他的君主厉公。15年，秦军救郑国，在利益打败晋军。这时候，晋悼公成为盟主。18年，晋悼公强大起来，多次召集诸侯会盟，率领诸侯攻打秦国，打败了秦军。秦军败逃，晋兵在后面追赶，一直渡过泾水，追到玉林才返回。27年，秦景公到了晋国，与晋平公订立盟约，不久就背叛了盟约。36年，楚国公子围杀了他的君主，自立为王，这就是楚灵王。秦景公的同母兄弟后子真得宠，而且富有。有人说坏话诬陷他，他害怕被杀，就逃奔到晋国，带着辎重车上千辆。晋平公说：“您这样富有，为什么还要逃亡呢？”后子真回答说：“秦军无道，我害怕被杀害，想等到他的继承人登位再回去。”39年，楚灵王强大起来，在申地与诸侯会盟，做了盟主，杀了齐国的庆封。景公在位40年去世，儿子哀公继位，后子真又回到秦国。哀公8年，楚公子弃疾杀灵王而自立，就是平王。10年，楚平王派人来求娶秦国女子做太子建的妻子，娶回国来，见秦国女子漂亮，便自己娶了过去。
15年，楚平王要处死太子建，太子建逃亡，伍子胥逃奔到吴国，晋国攻势衰落，六卿强大，考虑的主要是内部的兼并，所以有很长时间秦、晋不再相互攻击。31年，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，楚王逃奔到随国，吴乘势攻晋郢，楚国的大夫申包胥来告急，7天不吃饭，日夜哭泣。这样秦国才派兵车500辆救援楚国，打败吴军，吴军撤回，楚昭王才又回到郢。哀公在位36年死。太子为夷公，夷公早死，未能即位，立夷公之子为君，就是惠公。惠公元年，孔子代理鲁国国相的职务。5年，晋清中行氏、范氏反叛晋国，晋军派智氏和赵简子讨伐他们，范氏、中行氏逃到齐国。惠公在位10年去世，儿子道公继位。道公2年，齐国大臣田乞杀齐国君孺子，立他的哥哥杨生为君，就是道公。6年，吴打败齐军，齐人杀道公，立其子简公为君。9年，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，为续次先后而发生争执，终于让吴国称长。吴国强大，侵犯中原各国。12年，齐国的田常杀简公，立简公的弟弟平公为君，由田常做他的相。13年，楚灭陈。秦悼公在位14年死，其子厉共公即位。孔子于悼公12年去世。厉共公2年，蜀人前来进献财物。16年，在黄河旁挖掘壕沟，派兵2万去攻打大力国，攻占了大力王城邑。21年，开始在平阳设县。晋占领武城24年，晋国内乱，智伯被杀，他的封土被赵、韩、魏3国瓜分。25年，智开与智氏封邑中的人逃亡到秦国。33年，伐义渠，俘虏义渠王。34年，发生日食，厉共公死，他的儿子悼公即位。悼公2年，南郑义反叛。13年，义渠来攻打秦国，到了渭南。14年，悼公去世，他的弟弟怀公继位。怀公4年，庶长朝和大臣围攻怀公，怀公自杀。怀公太子名叫昭子，死得早，大臣们就立昭子的儿子为王，就是灵公。灵公就是怀公的孙子。灵公6年，晋国在少梁筑城，秦军攻打晋国。13年，秦国在吉孤筑城。灵公去世，儿子献公没能继位，立子灵公的叔父道子，这就是简公。简公是昭子的弟弟，怀公的儿子。简公6年，下令开始准许下层官吏配建，堑修洛水的堤岸，修筑重泉城的城墙，
16年死，他的儿子惠公即位。惠公12年，他的儿子出子出生。13年，攻伐蜀国，占领南郑，惠公去世，出子即位。出子2年，庶长君改把灵公之子献公从河西接回来，立为国君，杀出子及其母，把他们沉入深渊。在以前一段时间里，秦国频繁更换国君，君臣名分颠倒失次，所以晋国又重新强大起来，夺走秦在黄河以西的土地。献公元年，废止陪葬。2年，修筑溧阳城的城墙。4年正月庚寅，孝公出生。11年，周太史丹进谏献公说，周从前曾与秦一体，而后来又分了开来，分开500年还会再合并，合起来17年将有霸王出现。16年，桃树冬天开花。18年，溧阳下金雨。21年，和晋国在石门交战，斩首6万，天子赐给府服以示祝贺。23年，在少梁与魏国交战，俘虏魏将公孙痤。24年，献公去世，他的儿子孝公即位，年龄已21岁了。孝公元年，黄河小山以东有6大强国，秦孝公与齐威王、楚宣王、魏惠王、燕悼王、韩哀侯、赵成侯并称。淮水、泗水之间有小国10多个，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从正沿洛水河岸北上，占有上郡之地。楚从汉中往南占有巴郡和黔中郡。周王室衰落，各诸侯国凭武力征伐，相互兼并。秦辟处雍州，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，被人视同夷宅。孝公于是广施恩惠，赈济孤寡，招募战士，论功行赏，下令国中说：从前我们的祖先庙公崛起于齐、雍之间，讲求文德武功，东面平定晋国内乱，以黄河与晋划界；西面称霸戎宅，扩地方千里之大。天子封他为方伯，诸侯都来祝贺，为后世创业非常荣耀。不幸碰上厉共公、造公、简公出子在位的那段不安定时期，国家内有忧患，顾不上国外的事情。3晋乘机攻占了我先君的河西之地，诸侯都鄙视秦国，耻辱莫大于此。献公即位，安抚边境，迁都溧阳，并且打算举兵东征，收复庙公旧地，重整庙公的政令。我想到先君的意愿，每感痛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尽献奇迹使秦国强大者，我将封以高官，分给土地。随即出兵东围陕城，西斩戎族的元王。未央听说此令以下，西来秦国，通过景监介绍求见孝公。2年，天子赏赐秦王祭肉。3年，未央劝说孝公实行变法，制定刑罚，对内提倡治理农业，
对外严明赏罚，鼓励士卒力战效死。孝公表示赞赏，但甘龙、杜挚等人不以为然，同他辩论起来。最后还是采纳了未央的新法。新法出行，百姓觉得很苦，但过了3年，他们就习惯了，于是封未央为左庶长。这些事在《商君列传》中有介绍。7年，与魏惠王会见于杜平。8年，与魏交战于原里，获得胜利。10年，未央封为大良造，率兵包围魏国的安邑，安邑投降。12年，建造咸阳城，修筑蓟阙，秦迁都于咸阳，合并各小相聚，编为大县。每县设县令1人，共41县。规划田亩，设置阡陌，把领土扩大到洛水以东。14年，开始收复。19年，天子封秦王为伯。20年，诸侯皆来祝贺。秦派公子少官率兵与诸侯会盟于冯泽，并朝见天子。21年，齐在马陵打败魏军。22年，未央攻打魏，俘虏魏公子昂，封未央为列侯，号称商君。24年，与晋交战于雁门，俘虏敌将魏错。孝公去世，其子惠文君即位。此年，处死未央。未央刚在秦国施行新法，新法不能推行。首先太子即触犯法律规定。未央对孝公说，新法不能推行，阻力首先来自贵戚。您如果决心推行新法，就得先从太子下手，太子不可施以墨刑，给他的师傅们施以情刑。这样一来，新法才顺利推行，秦人才被治理好。等到孝公一死，太子即位，不少宗室大臣都很怨恨未央，未央逃亡，因此被加上反叛的罪名，而终于比车列示众于秦国。惠文君元年，楚、韩、赵、蜀等国来朝见。2年，天子向秦祝贺。3年，惠文君行冠礼。4年，天子赏赐祭祀文王、武王的祭肉，齐国和魏国国君相互称王。5年，殷晋人西首封为大良造。6年，魏割让殷晋给秦，殷晋改名叫宁秦。7年，公子昂与魏军交战，俘虏魏将龙甲，斩首8万。8年，魏割让河西之地。9年，东渡黄河，占领汾阴、皮氏，与魏王在应会见，包围焦地，迫其投降。10年，张仪到秦国为相，魏割让上郡15县。11年，在义渠设县，把焦、曲沃归还给魏，义渠君称臣，将少梁改名为夏阳。12年，开始设腊祭。13年4月戊午，魏君称王，韩君也称王，派张仪攻占陕，驱逐陕的居民到魏国。14年，
改元称元年2年，张仪与齐国和楚国的大臣会见于聂桑。3年，韩国和魏国的太子来朝见，张仪到魏国为相。5年，王荀游直到北河。7年，岳池到秦国为相。韩国、赵国、魏国、燕国、齐国率匈奴之兵一起攻打秦国。秦派庶长出李吉与之交战于修鱼，俘虏其将申差，打败赵公子可、韩太子涣，斩首82000。8年，张仪再次到秦国为相。9年，司马错伐蜀并灭亡了他。攻占赵的中都、西阳。10年，韩太子仓入秦为质，攻占韩的十章，打败赵姜尼，攻占义渠的25座城。11年，出李吉攻打魏国的焦地，破其投降，打败韩军于暗门，斩首1万。韩将西首逃走，公子通被封于蜀。燕军让位给其大臣子之。12年，王与梁王会见于临晋。庶长出李吉攻打赵国，俘虏了赵将赵庄。张仪到楚国为相。13年，庶长魏章打败楚军于丹阳，俘虏楚将屈盖，斩首8万，又攻打楚的汉中郡，占领的土地方600里，设置汉中郡。楚包围雍氏，秦派庶长出李吉帮助韩东进攻打齐国，道满帮助魏攻打燕国。14年伐楚，占领赵陵、丹、黎称臣，蜀相壮杀死蜀侯，前来投降。惠王死，其子武王即位。韩、魏、齐、楚、越皆归顺。武王元年，与魏襄王会见于临晋，处死蜀相壮。张仪、魏章都东去魏国，伐义渠、丹、黎。2年，开始设丞相，出李吉、甘茂分别任左丞相和右丞相。张仪死在魏国。3年，与韩襄王会见于临晋外，南宫皆死，出李吉到韩国为相。武王对甘茂说：“我想开辟车道，直通3川，一睹周氏，就算是死了，也不会有遗憾了。”当年秋天，派甘茂和庶长封攻打宜阳。4年，攻占宜阳，斩首6万，渡黄河，修筑5岁城的城墙，魏太子来朝见。武王有气力，喜欢竞技，历史人比、巫惑、孟说都做了大官。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鼎，折断膝盖。8月，武王去世，秦灭孟说一族。武王娶魏国女子为后，没有儿子，立武王的一母弟为君，就是昭襄王。昭襄王的母亲是楚人，为芈姓，号称宣太后。武王死时，昭襄王在燕做人质，燕人送他回国，才得以即位。昭襄王元年，严君出李吉任丞相。甘茂初走到魏国。2年，彗星出现，庶长状与大臣诸侯
公子谋篡王位，皆被处死。惠文后也不得好死，道武王后出走，回到魏国。3年，秦王行冠礼，与楚王会见于黄棘，把上庸之地归还给楚。4年，攻占蒲坂，彗星出现。5年，魏王到应庭来朝见，把蒲坂归还给魏。6年，蜀侯挥反叛司马错平定蜀乱，庶长换伐楚，斩首2万。荆阳军到齐国为质，日食白天天黑。7年，攻占新城，出里即死。8年，派将军米荣攻打楚，占领新市。齐派张子，魏派公孙喜，韩派鲍渊一起攻打楚国的方城，俘获唐默。赵攻破中山，齐军逃亡，最后死于齐。魏公子晋、韩公子长被封为诸侯。9年，孟尝君薛文到秦国任丞相，宦攻打楚，占领8座城，杀楚将景快。10年，楚怀王来朝见秦，秦扣留了他。薛文因金寿而被免除丞相，楼缓任丞相。11年，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、中山等5国一起攻打秦国，到严氏而还。秦把河北和丰陵送给韩、魏以求和，彗星出现。楚怀王逃跑到赵国，赵国不接纳，又遣返到秦国，不久就死了，尸体送回楚国下葬。12年，楼缓被免除丞相，然侯魏冉任丞相。秦国送给楚国5万石粮食。13年，向寿讨伐韩国，占领吴使。左更白起攻打新城，武大夫吕礼出走逃亡到魏国，任比出任汉中郡守。14年，左更白起在伊阙攻打韩、魏的军队，斩首24万，俘虏了公孙喜，攻占5座城。15年，大梁造白起攻打魏，占领原，接着又归还给魏。攻打楚国，占领宛地。16年，左更司马错占领止和邓，魏冉被免除丞相，封公子氏于宛，公子窥于邓，魏冉于陶，为诸侯。17年，城阳军来朝见，同时东周军也来朝见。秦用援换取蒲坂、皮氏，王前往宜阳。18年，司马错攻打原、河雍，拆毁河桥而占领此地。19年，昭襄王称西地，其称东地，接着又都放弃帝号。吕礼来自首，其攻破宋，宋王在魏国，死在温，任比死。20年，王前往汉中，又前往上郡、北河。21年，错攻打魏的河内，魏献出安邑，秦驱逐其中的居民，用爵位招募人民迁居河东，并赦免罪犯迁往安邑，封荆阳君在宛地。22年，
蒙武伐齐国，在河东设9县，与楚王会见于宛，与赵王会见于中阳。23年，御司礼与三晋燕伐齐，在济水西岸大破齐军。王与魏王会见于宜阳，与韩王会见于新城。24年，与楚王会见于燕，又会见于壤。秦占领魏的安城，兵至大梁，燕、赵就魏，秦军撤退，魏冉被免除丞相。25年，攻占2座赵国城池。秦王与韩王会见于新城，与魏王会见于新名邑。26年，赦免罪犯，迁往壤，穰侯再次任丞相。27年，司马错攻打楚，赦免罪犯，迁往南阳。白起攻打赵，占领代国的光狼城，又派司马错发兵陇西郡，经由蜀地攻打楚的黔中郡，并攻占了它。28年，大梁造白起攻打楚，占领燕、邓，赦免罪犯，迁往该地。29年，大梁造白起攻打楚，占领郢，设为南郡。楚王逃走，周军前来祝贺。秦王与楚王会见于襄陵，白起被封为武安君。30年，蜀郡守张若伐楚，占领乌郡和江南，设为黔中郡。31年，白起攻魏，占领2座城。楚人在我国占领的江南之地反叛。32年，丞相穰侯攻打魏，兵至大梁，击溃鲍渊军，斩首4万，鲍渊败逃，魏割让3县求和。33年，克清胡杨，攻打魏国的卷、蔡阳、长社，并占领了他们。攻打芒卯于华阳，大破敌军，斩首15万，魏割让南阳求和。34年，秦把魏、韩的南阳之地与上庸之地并为一郡，将南阳被赦免的罪臣迁往该地。35年，帮助韩、魏、楚伐燕，开始设南阳郡。36年，克清造攻打齐，占领冈、寿，赐予穰侯。38年，中更胡商攻打赵的鄂宇，未能占领。40年，道太子死于魏，归葬于芷阳。41年夏，攻打魏，占领行丘、淮。42年，安国君被立为太子。10月，宣太后死，葬于芷阳的骊山。9月，穰侯离朝，回到陶地。43年，武安君白起攻打韩，攻占9座城，斩首5万。44年，攻打韩的南阳，并占领了它。45年，武大夫奔攻打韩，占领10座城。叶阳君公子窥出走，前往自己的封国，没有到就死了。47年，秦攻打韩的上党郡，上党郡投降赵国。秦又攻打赵，赵国发兵迎击秦，两军相持不下。秦派武安君白起进攻，大破赵军于长平。
40万降卒全部被杀。48年10月，韩国献出元雍，秦军分为3军，武安军回国。黄河率兵攻打赵的武安，疲劳，并占领了他们。司马耿北定太原，全部占领韩的上党郡。正月，停战，右守上党郡。当年10月，武大夫陵攻打赵都邯郸。49年正月，扩大征兵增援陵，陵战绩不佳，被免职，由王和代替他率军。当年10月，将军张唐攻打魏，由于蔡魏弃城不守，回去后被斩杀。50年10月，武安君白起犯了罪，贬为侍武，发配阴密。张唐攻打郑，并占领了它。12月，扩大征兵，驻军于汾城旁。武安君白起犯了罪，被处死。王和攻打邯郸，未能攻占，于是撤离，赶回汾城驻军2个多月。攻打晋军，斩首6000。晋军死于黄河之中的达2万人。攻打汾城，接着又随张唐军拔取宁新中，宁新中改名为安阳，初次修造黄河桥。51年，将军就攻打韩，占领阳城，附属，斩首4万。攻打赵国，占领20多县，斩首俘虏9万。西周军背叛秦，与诸侯合纵，率天下精兵出伊阙攻打秦国，使秦不能通往阳城。因此秦命将军就攻打西周。西周军慌忙前来投降，叩头认罪，全部献出他的城邑36座，人口3万。秦王接受进献，放他回到周。52年，西周人民逃往东周，周的宝器9鼎被搬到秦国，周初步亡国。53年，天下皆来归顺。魏国落在最后，秦国就派将军就去讨伐魏国，攻占了吴城。韩王来朝见，魏王也把国家托付给秦国，听从命令了。54年，秦王在雍城南郊祭祀天地。56年秋，昭襄王死，其子孝文王即位，尊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，与昭襄王合葬。韩王穿上孝服来吊唁祭悼，诸侯也都派遣他们的将相来吊唁祭悼，参加丧事。孝文王元年，大赦罪犯，依旧重用先王的功臣，优待宗族亲属，开放王家的园囿。孝文王服丧期满，10月己亥日即位，仅3天，到辛丑日就死了。其子庄襄王即位。庄襄王元年，大赦罪犯，依旧重用先王的功臣，广施德惠，厚待宗亲族属，对民众施以恩泽。东周军与诸侯策划攻打秦国，秦派相邦吕不韦讨伐他，把他的全部国土并入秦的版图，但秦也并不中断他的嗣统，把阳人之地赐给周军，
让他继续保持自己的祭祀，派蒙骜伐韩，韩献出成高、巩、秦的疆界扩大到大梁，开始设三川郡。2年，派蒙骜攻打赵，平定太原。3年，蒙骜攻打魏的高都和集，并占领了他们。蒙骜又进攻赵国的榆次、新城、狼孟，攻占了37座城。4月间发生日食，王和攻打上党，开始设置太原郡。魏将无忌率5国的军队反击秦军，秦军退到黄河以南。蒙骜打了败仗，解脱围困，撤离了。5月丙午日，庄襄王去世，儿子嬴政登位，这就是秦始皇帝。秦王嬴政即位26年，开始合并天下，设立36郡，号称始皇帝。始皇帝51岁去世，儿子胡亥即位，就是二世皇帝。2世3年，诸侯纷纷起来反叛秦朝，赵高杀死2世，拥立子婴为帝。子婴即位1个多月，诸侯又杀死他，于是秦朝灭亡。详细叙述见《秦始皇本纪》中。太史公说，秦的祖先姓嬴，他的后代分封各地，以封国为姓，有徐氏、谭氏、莒氏、钟离氏、运衍氏、屠裘氏、姜梁氏、黄氏、姜氏、修于氏、白明氏、飞廉氏、秦氏。但秦因其祖先造父封于赵城，也称为赵氏，